台湾犬是台湾的一个特有种，我认为台湾人应该要养台湾犬。那它的个性习性上有什么特别的不同吗？个性其实就跟台湾人蛮像的。哎呦，他得过至少有40个奖，他是2021年、2022年这2年的台湾犬排行1。冠军坐在我们旁边，我们不知道，失敬失敬。大家好，我是营养师 Patty， 欢迎回来盟主毛很多。我问你哦，你知道什么是台湾犬吗？台湾犬不就是米克斯吗？路上最常见的那种。完全错误，米克斯跟台湾犬根本是不同的2种狗，好吗？那你讲成这样，你分得出来吗？它们到底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？我今天就来跟你指教。其实我也分不太出来啦，所以我今天特别找了一个专家，他在那边等我很久了，我们直接去找他吧。Hello， 大哥你好，你好，请问怎么称呼呢？我姓林，叫佑安。佑安哥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本身从事这个台湾犬的训练大概多久了？你有养过别种狗吗？台湾犬之前，我从小家里就有养狗，因为家里是一个工厂，然后父亲对狗也非常有兴趣，从小到大应该养超过有20-30种狗吧，差不多30年前吧。台湾经济起飞，其实有很多赚到钱的人都会想养狗当宠物。你养过这么多种狗狗，为什么会特别情有独钟台湾犬？台湾犬是台湾的一个特有种，我认为台湾人应该要养台湾犬。很多人都觉得说台湾犬很可爱，就是黑黑的，可是它跟一般的米克斯究竟是差在哪里？其实台湾犬它是有认证的，2015年世界畜犬联盟在意大利米兰就已经认证这个新的犬种叫台湾犬。那它跟米克斯不同，是因为米克斯这个名字的由来是杂交过的。那大哥可以教我们几个就是怎么分辨那个台湾犬的配包吗？第一个呢，它就是要从外形来看，它的眼睛不能是凸的，它是要像杏仁的一样的。然后再来就是它这里会有一个额段，会有一条像南瓜一样的南瓜沟。然后呢，它的耳朵是里面直的，外面是弧的。那也有人说它放松的时候像牛角一样是往外45度的。对，那再来就是它的舌头呢会有一些黑色的色斑。其次的就是说它的嘴巴是尖的，然后不能有漏嘴。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因为天气太热了，它的嘴巴是打开的。再来就是它的皮毛呢。要有2层，里面是绒毛，外面的是鬃毛，就是比较粗的毛。那再来就是要看它4只脚，它的脚蹄是要紧缩的，像山羌一样的脚，脚掌呢要像猫足一样，然后尾巴呢要像有镰刀一样的弧度。刚形容的都是台湾犬的外形特征，那它的个性习性上有什么特别的不同吗？个性其实就跟台湾人蛮像的，就是比较内敛啊，不太善于表达情感。对，他不太喜欢出门啦，他天生就会狩猎啦，或者是他会看家啦，他会护主啦。如果说你希望他能陪你出门，那你必须在小时候就要开始让他社会化。就是我这样摸他，他都很友善，然后都很乖。他已经社会化，而且年轻的时候我们时常带他出门比赛。他是见过很大世面、很多世面的狗狗。对。如果有人就是想要养台湾犬，佑安哥这边可以给一些什么样的建议？譬如说环境上啊，或是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吗？不要让他比如说时常在家里24小时都在吹冷气，因为他出去跟家里的温度有10度以上的差别。他们就很容易中暑，尤其是黑色的台湾犬，他们在吸收太阳的这个光的时候是非常很吸热。如果中暑了，其实就会很难治疗，但是也不能在太阳底下一直让它绑在那或关在那，它也会跟正常狗一样受不了的。像这一只狗狗，它的名字是？它叫魔幻。对。它知道它的名字，我一叫它，它就看我。它得过至少有40个奖。然后呢，它是2021年、2022年这2年的台湾犬排行1。冠军坐在我们旁边，我们不知道，失敬。它现在已经5-6岁了。比赛的用意就是为了确保狗狗的健康，没有赚半毛钱的，都是在花钱，要缴报名费，就算世界第一也没有奖金的。所以我们要借由它站姿跟运动，就是跑起来，去评判说这个狗它协调性好不好，它的平衡感好不好。它的智商高不高？再来呢，我们要去看它的牙齿咬合是不是正常的，缺牙就不用比赛了。听完大哥这样讲完，我发现狗狗的比赛不是只有选美而已哦，不是单纯只是人类只是想要看宠物是漂亮，是一个很完整的去想要选出这一类的狗狗，然后让它的好的基因流传下去。大哥，那我问一下，比赛之前呢，他怎么训练？通常我们比赛就是定点，让它站好，然后呢，再来就是直线来回。再来就是跑圈圈，直线来回就是要看这个狗在走的时候前脚跟后脚
是不是在一条水平线上。跑圈呢，就是在看它的前后脚在交叉的时候的踏步。是不是正常的？还有裁判的触审，就是去触摸它。大哥，我们可以直接示范吗？我们先从静态的开始。当然，我们定点呢会把狗放在地上或桌上，前脚跟前胸要保持直线，然后后脚要成90度，前脚是与肩同宽，尾巴要翘起来的。然后呢，要翻牙给审查员看啊，检查牙齿。对对对，他很配合这个东西呢，也不是每一只狗都愿意这样配合。对，我家的狗就不愿意哎，刚是靠近它嘴巴就闭着，我要打开又它打不不高兴开。。这个就是站的部分，站的部分。然后其他的就是直线来回跟跑圈的部分。直线来回跟跑圈评判的标准在哪里？我们去的时候，裁判是看后脚，后脚在踩踏的过程中是不是正常，有可能一只脚掰卡，或者是2只脚内插，或者是2只脚外八。然后回来的时候，他是看他前脚有没有正常摆动，前后脚看完了。再来就是要跑圈，跑圈就是看它侧面它的律动，还有它交叉的接点，因为在直线来回的时候看不出它的前后脚的接点，等于一只狗在跑的时候只有3个点，就是前脚、后脚跟中间点。那有一些狗是会踩过头。过头就是它在接点的时候呢，它是已经交叉了。那我很好奇耶，佑安哥，就像这么乖，然后身材又这么好的狗，那你比过这么多赛，会不会有人想要出钱跟你买？没有，因为台湾人其实对台湾犬的认知就是跟人家要就有了，或者是拿一包糖去换就有了。这个土生土长的不用钱的。自己会生。那其实我们刚刚有发现到说，台湾犬它的吃喝跟对环境的要求其实不高，它很能够自己调试。对于养台湾犬有兴趣的人呢，其实吃喝你不用太担心啦。那以及它的住宿也不会很要求，只是说它跟台湾人一样非常怕生。你如果要让它不要那么宅的话，你要记得提早做社会化。那今天我也真的很谢谢佑安哥，我觉得很感动，就是对于推广台湾犬这么的尽心尽力。以后真的不要再看到这样子的台湾犬叫人家米克斯好不好？人家是血统很纯正的，在个性上跟各种体格上都是非常有要求。今天很谢谢佑安哥，喜欢的话呢，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哦。我们下次见，谢谢，拜拜，跟这边说拜拜。